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出来的剧场版电影第5季第4集。这一集主要讲生态环境和物种灭绝的故事。火星，艾米父母把毁灭火星拉斯维加斯当做一场表演秀，因为他们准备在沙漠里再建一座新的拉斯维加斯。随后，众人一同乘坐着艾夫4人沙虫号来到施工现场，在那里，工程队大兴土木，肆意破坏，就连仅剩的绿洲也难逃灭顶之灾。作为生态保卫者的绿柔柔女权团看到这一幕，强烈抗议他们的行为。身为王的男人绝不允许如此挑衅。艾米父亲反手就是一个炸弹，女团立即团灭。但弗莱不幸中招，但似乎不是因为炸弹，好像是女团 C 位队长的项链弹出来，刺中了他的头部。约翰赶紧上前查探，大家还是准备后事吧。但似乎诊断失误，弗莱并没有死。艾夫继续大肆破坏，莉拉看不下去了，他也表示抗议：“你这样是违建，我要去告发你。”但对于有钱人来说，有钱就可以直达任何目标。艾夫回答：“这位资深生物学教授已经为我申请到了许可，您尽管告吧。既然抗议无效，那还是实际行动吧。”莉拉随即从臭水沟里捞起一个蚂蟥，她说：“它虽然没有熊猫那么可爱，但好歹也是一条生命吧。”的确是生命，而且生命力非常顽强。艾夫为了不被告发，他向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发放了福利，并邀请他们免费进拉斯维加斯玩。很快，新维加斯圆满完工，艾夫也兑现了之前的承诺，众人在维加斯里玩得不亦乐乎。但弗莱却出现了异常，他居然能听见很多不知来自何处的声音。由于噪音太多，他痛苦地跑到一个角落，在这里，他遇见了一位和自己有同样症状的保鲜男。保鲜男也拿给弗莱一顶保鲜帽，果然戴上帽子，那些声音就消失了。保鲜男为他解释了这一怪异现象，原来他之前听到的都是他人内心所发出的想法。简单一点来说，弗莱现在是个读心师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弗莱能听到保鲜男发出的心声，而保鲜男却听不到弗莱的。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保鲜男还告诉他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能读心，也不能取下帽子，否则魔皇就会让你死翘翘。另一边，马戏团表演在机器人歌舞厅拉开序幕，班德对台上那位风情万种的舞女一见倾心。表演结束后，班德来到后台房间，决定为他心爱的人献上足以代表他心意的玫瑰花。但殊不知，名花有主，不可松土。原来，这位美人是黑老大的情人小紫。万万没想到，小紫竟也对班德有意。于是两人搞起了地下恋。既然有了读心功能，不用还真是浪费了。所以弗莱决定利用自己的读心术，在宇宙扑克锦标赛上大赚一笔。交了一笔巨额入场费后，弗莱成功拿到了入场券。而班德因为泡到了黑老大的妞，倍感自豪，所以他带着小紫来到大伙面前秀起了恩爱。大家都觉得班德这样做简直就是疯了，但班德不以为然。你们怎么不说弗莱呢？他还带着保鲜袋到处跑呢。这时，点餐服务生走来，为大家推荐特色菜肴。不巧，黑老大也来了，简直是吓出了翔。小紫赶紧上前圆场，亲爱的，好巧，你也来吃饭，刚好我也是一个人来的，我保证。此时需要有演技，于是班德立即表现出一副我是谁，我在哪儿，我在干什么的魔怔样。他极力的想要表现我和这位小姐不熟。好在看似黑老大并没有起疑心，而且他还为小紫买了他日思念想的真皮大衣。班德和小紫以为一切天衣无缝，哪晓得黑老大实则只是装糊涂。班德和小紫继续他们自以为是的地下恋，并且小紫告诉班德，我的绿松石胸围价值5万美元，我们可以变卖了它，然后私奔。班德不同意，班德认为用绿松石去扑克锦标赛的入场券再赚一笔才是王道。小紫劝他最好别去，赌场如战场，运气不好全家死光。但班德告诉小紫，没点逼数怎么敢上赌场？我可是有40%幸运率的开挂王。劝说无果，那还是想想怎么打助攻吧。于是小紫偷走了黑老大的机器脚，他告诉班德，穿上它会让你增加70%的幸运率。但这一幕却刚好被黑老大的小弟看见了，于是两人立即将此事禀告黑老大。黑老大说，没点眼力劲儿怎么混社会？黑道也讲证据，如果班德真成为赌王，那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解决掉两人。班德开着双挂，信心满满的来到会场，于是弗莱和班德在赛场上会面了。弗莱立刻奉劝班德，我有挂，你赶紧去把门票退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班德嗤之以鼻，就跟谁没挂似的。紧接着比赛正式开始，由于运气开挂，班德开场就是大牌。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弗莱的读心术。第一局弗莱弃牌，班德拿首胜，8号星国王率先被淘汰，弗莱如愿给了他一个抱抱。两人在挂的促使下，似乎战况都相当顺利。不知不觉比赛已经持续了19个小时。这时班德第一次拿到了臭牌，
牌。所谓赌场之上无常胜将军，就在大家以为他的好运用完了时，忽然天花板上掉下2块板砖，砸死了班德的2位对手，所以班德再次获胜。至此，比赛迎来2强决斗的时刻，所有人屏气不息，黑老大摩拳擦掌。但这次班德却连牌都不看，就毅然下了赌注。弗赖表示很慌，你还没有看牌啊？班德回答，赌上一定境界，看与不看又有什么区别？这也就导致弗赖无法使用读心术。弗赖犹豫不决，到底去还是不去？再三思量后，弗赖还是去了。结果是必然的，因为班德的运气开了全挂，他最终成为赌王，并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奖金。小紫激动万分，即刻上前投怀送抱。班德自以为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，但哪晓得这是自掘坟墓。黑老大自然是找上了2人，随后便是一阵持续5分钟的机枪扫射。班德小子终成眷属鬼，小伙伴们随即赶来为2人收尸，但沙漠之大，难免耗时之多，所以赫米斯分派大家分别负责这行星的1/6。50年后，再在分别的地面碰面。突然，班德和小紫从他们面前的沙滩中爬了出来。弗赖激动上前询问：“你们咋还没死？”班德回答：“黑老大只是埋了我们一阵子，作为我抢他妞的警告。”接着，黑老大的专车抵达现场，小紫乘车离开，解决了班德的烂事儿。大家来到艾夫的高尔夫球场，虽然他的球技真的很烂，但重在豪气，无关技术，并且为了保养这一块绿地，他还把球场中央配置了很多喷泉，以便于草的灌溉。莉拉认为这会浪费很多水，艾夫解释道：“不会呀，我们的水都是从火烈鸟湖里蹦来的。”由于他实在太喜欢小型高球，所以还准备打造一个跨宇宙的高球场，并用冥王星的月球作为高球的球洞。他距开球场大概也就60亿英里。随即，艾夫马上为大家示范，只闻蹦的一声，球便发射了出去。接着，他先绕过太阳，再由木星反弹，最终抵达球洞旁。然后，艾夫即刻乘上私人飞船，挥上最后历史性的一杆。加上一脚，好了，球就这样进了。但就算是这样，还是不过瘾。为了这个球场，艾夫还准备和谐掉全银河系的军队。莉拉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，但他表示放心，我会展开一次环境侦查。那位正在洗金钱玉的人，就是我请来的公正科学家。在金钱的威逼利诱下，行星快递员开始了勘察工作。但莉拉仍旧表示困惑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能接受正常的高球场大小？教授解释道：“你永远不会明白，在男人眼中，越大就是越好。这就好比我总喜欢喝大杯的奶茶，还有我花大价钱买的限量版301寸大彩电。shit， 居然又出302寸。届时，班德检测出了生命反应，会走路的鱼、会飞的龙虾出现在大家眼前。班德却告诉大家，这就是新高球场的建造地，所以这里的一切即将会被毁灭，包括那颗美丽的紫罗兰矮星。有些东西注定是不能保持现状到永远的。但莉拉仍旧不死心。教授，我想你应该不会同意他们这种做法的。但教授却表示，与我无关，向前看才是科学的归宿。随即果断在摧毁同意书上打了勾。既然口头劝说不行，那就奋起抗议。于是莉拉加入了绿柔柔女团，严厉抵制艾夫破坏环境的行为。本来和艾夫正玩得兴起的尼格松刚好撞见了游行这一幕，他对艾夫说：“不是说禁止非主流禁止入内的吗？”绿柔柔女团这边则先入为主，趁还没被炸出去，赶紧发表抗议宣言。莉拉带头做阐述：“我们是绝不同意你们拒爆紫罗兰矮星的。”艾夫则表示：“我已经拿到了批准书，抗议无效，再聚众游行，我让副总统把你们扔出去。”莉拉回答：“你过来呀！”尼格松一声令下，阿格纽便冲了出去，但是捉鸡不成18米，还没来得及展现真正的实力，就瞬间拒拒。眼看自己的身体被碾压，尼格松气急败坏，即刻呼叫保镖捉拿女团。女团这边也立即逃离现场。对此，尼格松在电视上发布通缉令，这些伤害了一个无头身体的非主流女团将会受到最高刑罚，监禁6个星期。但班德表示，我早就泄露了消灭人类的秘密，又有谁去管了？现在倒是去管一群非主流。女团这边，大伙围坐在一块，面对当下如此场景，大家纷纷不知所措，甚至有人提议我们去自首吧，也就是坐6个星期的牢而已。对呀，我们还可以在牢里涂指甲油、刮腋毛什么的。但莉拉表示，为什么要去自首？我们又没有错，大家不要慌，我们要坚定立场，打倒利奥王，并且我还有另一个想法，我们不仅要喊口号，还要付之于行动。那具体做法是什么？莉拉回答，不惜一切努力破坏利奥王的高球场。队长发问，那还可以用扩音器吗？当然，那是女团的精神和灵魂。于是众人一举通过莉拉的提议，在莉拉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来到火星整蛊艾夫。但是迫于舆论压力，目前他们得不到公众的支持。为了赢
赢得大众的支持和关注，莉拉还决定打造一个足以博眼球的吉祥物。于是莉拉来到公司，拿走了那只蚂蚱。在离开之际，弗赖发现了他，小别胜新婚。一阵简单的素相思后，弗赖首先表明了立场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无条件支持你。弗赖目送莉拉离开，送走莉拉后，弗赖失落万分。这时，弗赖遇到了保鲜男，一阵简单的寒暄之后，弗赖问道：“你来地球干嘛的？”保鲜男回答：“这个是秘密，隔墙有耳。你把保鲜带摘下来，我用意念告诉你。”弗赖麻溜的取下了保鲜带，随即他被保鲜男打晕。等到他再次醒来后，他来到了一个全是读心术人的地方。弗赖惊恐地问道：“这是哪儿？”保鲜男解释：“欢迎来到古罗马分子军团总部。”随即，分子长老接待了他，并告诉弗赖，一直以来，我们的 QQ 群都在监察全宇宙的生命能量，通过读心术感应到了许多超级囧事。弗赖回答 ：“QQ 群如此宇宙大事，你们居然在 QQ 群里发布通告？”长老表示：“是我表达的失误，那我换一种方式向你说明一切。很久以前，一种叫做气的生命能量弥漫在宇宙中，它用生发的能量给万物带来了生命。之后，由于不明因素，气不再生发，越来越多的物种逐渐消失。幸好有一帮达人在几世纪前就完全通晓了这种知识，其中一部分达人被称作先知，一部分被称作傻子。分子军团便是这部分的继承人。而我们之所以找你来，是因为感应到气有一点复苏的迹象，它就是莉拉想救的紫罗兰矮星。我们相信这颗星会再创一个绿色新纪元，而你就是命中注定的 QQ 群群主及拯救世界的英雄。”弗赖一脸与我何瓜，为毛？他们解释称，因为你没有德尔塔脑波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之前在第3季第7集里已经讲过。为了不让思维被魔皇读取，弗赖不能把此事告诉任何人，他必须混进艾夫的集团，阻止他毁灭紫罗兰矮星。为了完成历史的使命，弗赖来到艾夫公司面试，他利用读心术成功读取了艾夫的心声，可想面试结果还不错。同一时刻，艾夫的金刚洞正在测试实验中，随即女团赶来并成功摧毁金刚洞，顺便还留下了金刚桩作为女团代表性作案迹象。对此，不少女性受访者认为这是英雄之举。趁此机会，莉拉发出视频，呼吁各个地方的女性加入女团，言辞激烈慷慨，句句深入人心。就连女主持也即刻受到了感染。艾夫不禁对此有点害怕，他希望尼克松能派军队来保护自己。尼克松立作严肃状：“即使你是我最大的赞助人，但我不为你任意使用。”哈哈，我逗你玩呢，我们可是一张床上的人。随即尼克松叫来扎普，扎普表示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已经花了数小时研究了他们的档案，尽管我还是不太了解他们，但我仍旧愿意拼死一战。这时班德也赶来，表示愿意加入其中，但显然班德的能力遭到了总统的质疑。班德自荐道：“我英勇又帅气，要不是缺钱花，鬼才管这破事儿。”但总统仍然不放心，既然你可以拿我钱为我效劳，那你也能拿别人的钱告密。班德回答：“不，总有个先来后到，我也不是个见钱眼开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不阻止莉拉，他将会打破我的吉尼斯犯罪记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想了解女团的动向，得先知道他们的人在哪儿。”班德表示，和莉拉共事那么多季，他那点尿性我还不清楚。和所有女人一样，莉拉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。随即班德找来了保安弗赖，并在谈话间轰走了他的手机，以便安装窃听器。艾米不知弗赖是卧底，责备他为何要和莉拉对抗。艾父倒是十分满意，说自己一直想要个儿子。艾米怒了：“好啊，我以前就晓得你重男轻女，所以我才一直穿代表男性的运动装。”艾父打断他：“不，你只是想遮住你的大屁股而已。”在一阵臀部话题后，艾米气愤地对艾父说：“那就让弗赖来做你的儿子吧，我们之间恩断义绝。”弗赖担心艾米会告诉莉拉自己是个混蛋，他决定告诉莉拉他做卧底的这个秘密。这时学院的他突然发现了女团队长，弗赖立即把事实告知他，并让他务必转达给莉拉。公司教授正在宣布关门消息，我们被迫营业，因为公司的快递员全都不见了。来，让我亲自卸下你们的职业芯片。正在这时，公司电话响了，原来艾父是来告诉教授，他决定炸掉紫罗兰矮星，请教授送一批拦截女团的防护栏到宇宙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在万恶金钱的驱使下，教授立即带着仅剩的2个员工出发，谁知却在途中被女团拦截。不料艾米和赫米斯妻子也加入了其中，他们征用了飞船，并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。这时女团队长在基地突然想起了弗赖要求自己办的事情，但不等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莉拉，魔皇便将其灭口。弗赖再次被保鲜男打晕，带到了分子军团。这次他们将据点搬到了火星的一个山洞。首先，长老对弗赖的卧底工作表达了肯定，弗赖也表示小事一桩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废话说完，还是进入正题吧。军团长老为他讲起了魔皇的故事。在遥远的小行星，2种古老的外星生物由最初的相互合作进化到相互竞争，最后他们都进化成了极度凶残的杀劫性生物。这种生物就是魔皇，它不断消灭着各种生物。不过在这同时，另一种生物也进化到能够抵抗魔皇，并一直照顾和保护其他生物。它被叫做智圣，因为它身上包含了它所碰到过的每一种将要灭绝物种的 DNA， 所以就算那些物种灭绝了，智圣还可以把它们再造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女团回到基地，把男人们关进厌恶笼。艾米还是告诉了莉拉，弗赖
莱是混蛋。莉拉不信，我得打电话确认一下。正当他准备打电话时，没想到电话亭里竟然是队长的尸体。众人一脸惊恐，纷纷猜测是谁干的。艾米觉得这可能是弗赖干的，莉拉立刻否决，但还是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好。随即，莉拉拨通了弗赖的电话，弗赖这边还在进行魔皇的科普。长老继续说，随着带有生发能量的气返回虚无时，魔皇存活，智圣灭绝，但我们却发现了智圣留下来的一个蛋。弗赖发问，蛋是可以吃的那种吗？ shit， 不能吃的，我们要孵化它。好在氢气再次重现，它的能量可以唤醒智圣蛋，然后利用其强大的 DNA 库，智圣就能造出每一种已经灭绝的物种。那么那个蛋在哪儿呢？长老回答，那个蛋便是紫罗兰矮星，并且现在就有一个魔皇正在赶往那里，准备毁灭智圣蛋。但最大的难题是我们还不知道魔皇究竟长啥样，所以无法实行对应的阻拦措施。现在唯独你可以用那个有 bug 的脑电波感应魔皇的位置，并为宇宙苍生打造出一片新天地。如此愤慨的时刻，弗莱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一切高涨的情绪。是莉拉，但有些事情在电话里是永远扯不清的，还是必须要当面说。虽然两人相距不过一面墙的距离，但以防彼此的秘密基地暴露，两人约定1个小时后在山洞南边见面。但两人却丝毫不知自己已经被监听。两人如约会面，竟没有想到扎普也来到了他们的会面点。莉拉果断认为弗莱是叛徒，关键时刻队友前来救人，莉拉顺道一起带走了弗莱，他把他关进了焰舞笼。无论弗莱怎么解释，似乎都无事于补。战争一触即发，紧急时刻，艾米决定以高尔夫模式应战。飞船在行星之间快速穿梭，最终完美的穿过了球洞。至于扎普，他损失了大半江山，可扎普还是没有放弃希望，调整好状态继续追击。第二杆球，艾米同样完成的非常好，扎普则损失掉食物和氧气，战争就此结束。女团们甩掉了扎普，却迎来了虫洞。飞船毫不犹豫地进入虫洞，他们来到了另一个时空，但这却让人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里的扎普飞船完好无损，战争再次打响。而这时，女团们看见了之前的小行星，行星上处处生机勃勃。见此，莉拉怒气一股而上，弗莱，这样美好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保护它？弗莱一脸无奈，莉拉，请相信我，我有难言之隐。这边还没说完，飞船便发来经由警报，飞船失去了动力，自然逃不过扎普的追杀。但莉拉表示莫慌，我还留了一手。原来他们用焰舞龙为诱饵，使女团们能攻到扎普的身后去。殊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班德成了夹击女团的那只黄雀，于是女团团灭。他们被扎普抓住，带到法庭。主法官是美国著名说唱歌手。法官们随即一一列出了女团的罪名。面对指控，莉拉表示，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挽救紫罗兰矮星以及它珍贵的生态系统，如果保护环境也算罪名。没等莉拉说完，法官立即纠正，保护环境的确是一项罪名。好吧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在多位证人的证词下，法官根据证词即刻连接了头脑大会。最后，法官们得出统一结论：女团无罪的票数多于有罪的票数。但根据性别投票宪法，女法官的票只能算半票，所以女团仍旧被裁决有罪，要监禁50年。没有女团的捣乱，艾夫的毁灭计划非常顺利，并且他打算明天就和弗莱去紫罗兰矮星进行向心举报。弗莱赶紧通知分子军团，长老告诉他，眼下还不到考虑爆炸的时候，因为魔皇中的其中一个会去阻止你。于是长老给了他一个欧米伽装置，这是一个由眼瞎切尔荣的发明家制造。当它被激活时，它会射出一束带有三角洲乐队噪音的彩光，这光可以即刻解决魔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弗莱问道，我怎么样才能找到魔皇？长老表示，我们也无法，这只能看你个人的造化了。但有一点，魔皇的脑电波也和你一样，都是不可读取的。弗莱灵机一动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？有办法了？别说，我不听。另一边，女团们在牢里计划着越狱。莉拉放出大招，吸血蚂蟥，利用蚂蟥钻洞本性，他们看到了自由之光。星际快递公司大伙齐力让飞船恢复原样。教授表示，交通工具复原，那我们也将开工了。不管是毁灭一个生态，还是毁灭2个生态，干都干了，就干到底吧。但约翰却提起了他那些消失的同事们。教授却回答，这社会还是钱说了算。但钱却告诉教授，友谊值万金。监狱这边一晃，1个晚上就过去了。众人非常期待蚂蟥的战斗结果，但莉拉告诉大家，昨天半夜他就遭不住了。正在大家绝望之际，班德破墙而出。莉拉非常不解，你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班德回答，犯罪榜首非我莫属，我不是来救你们的，我是来刷新记录的。可要想出去，还得搞定放哨的士兵。莉拉表示，男人们都有一个致命弱点，即他们抗拒不了美女。于是这
各种美人计，输在下见所未见。届时 F 正在准备爆破星际直播表演 ，Fly 被迫成为执行人，女团这边还在与哨兵们火拼。在班德的扳弯性能下，他们总算跑到了外面，但这时对方却发起了警犬模式。就在大家都以为要死翘翘了的时候，迷途知返的教授带人赶来，成功解救女团。看见众人，莉拉感到十分惭愧：“你们不怪我们把你们关进厌恶笼吗？”教授回答：“我们算扯平了。作为一个科学家，我竟被金钱蒙蔽了双眼。莉拉，请原谅我。”随即，两人深深相拥，重归于好。眼看星际即将要被毁灭 ，Fly 开始寻找魔皇，因为两人有相同的症状，因此只要 Fly 读不到他的思维，那个人就是魔皇。可惜找了一圈都毫无收获。这时毁灭进入倒数 ，Fly 焦灼不已，站在泡泡器前 ，Fly 突然开始怀疑起自己来。正在 Fly 脑洞爆开时，小伙伴们及时赶来，莉拉上前拿起装置准备剪断电线，而这时 F 受到了魔皇的控制，上前与莉拉厮打了起来。好在艾米及时助攻，莉拉成功拿回了爆破装置控制器。正当莉拉准备剪掉电线时 ，Fly 却出声制止，但 Fly 没有办法告诉莉拉真相。在几番确认过眼神之后，莉拉决定无条件相信他，他把装置交给了 Fly 断定自己是魔王，忍痛激活了欧米伽。万万没想到，真正的魔皇却是莉拉身上的蚂蟥，蚂蟥从莉拉身上掉了下来，郑重的发表遗言。而这时，小行星与紫罗兰矮星结合，整个过程仿佛就是胚胎的形成。至此，一个绿色新纪元被创造，飞鱼至圣重生，随之许多灭绝的物种出现在大家的眼前。至圣发表重生感言：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，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知识去保护它们。话音刚落，宝仙男被魔皇解决 ，Fly 脑袋上的项链也在宝仙男断气之前被他摘了下来。原来他就是女团队长的哥哥。至圣立即替宝仙男报仇，杀死了蚂蟥魔皇，并保存了宝仙男的 DNA。但事情依然没有结束，由于扎普对大伙发起攻击，大伙再次开始逃亡。船舱里，莉拉 Fly 深情告白，情到深处，莉拉突然惊呼：“哦，虫洞！”教授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飞进去，他可能把我们送到数十亿光年的地方。我不确定我们还能不能回来，进还是不进？在这纠结的时刻，班德掏出了他的82年拉菲，那就再飞出个未来吧。当一个人开始就无条件的对另一个人好，长此以往，另一个人便会认为这种好是理所应当。大自然的馈赠在人类眼里似乎就是这样，人类文明越是繁荣，环境也越是恶劣。艾夫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惜把毁坏生态作为财富基石，货币也由最初的等价交换物摇身变为欲望的实在体。至此，美人会因其投怀送抱，贫者会因其殚精竭虑，富者会因其丧心病狂，智者也会为其迷失理智。而细一想，也不过是人造就了货币，货币使其疯狂，疯狂乱人心智，心智覆灭于货币，世事轮回，无非是人自己制定了游戏规则，最后却反被这游戏规则困在其中。反之，一直以来，对于生存，大自然好像都没有任何规则，却又在无形之中淘汰了很多生物。在一次又一次的进化后，适者生存4个字已然成为最残酷的规则。纵使至圣善良无比，但他也难逃弱肉强食。而魔皇尽管邪恶，却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了下来。但生活却从来都是公平的，除了适者生存，还有优胜劣汰。人之所以区别于畜生，是因为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境地，抉择自己的命运，还有寻找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